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谢新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是来连接一下有关于你的新恋情。今天呢，我们会来做一个有关于你新恋情的一个预测啊。那我们这一期的新恋情主题呢，会来具体看究竟这个新恋情当中，你会遇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结识一个新的朋友，还是说会有一个过去曾经相识的人呢，会重新进入到你的生活来与你连结。那么我们今天呢，会去看关于这个新恋情当中，你们两个人相互彼此依赖的一个情况。我们都知道啊，一段感情里，我们肯定是有一段，比方说非常独立的自己，那么我们会有一段相互依赖、相互依存的成分啊。有的人呢，在感情当中可能重叠的部分很多，但是也有一些关系啊，可能大家都会在一个保持相对独立的状态当中，然后呢有适当的一些重叠。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来看这个彼此依赖的感情啊，新恋情当中你们彼此依赖的程度会是怎样的？你们会如何的相互取暖？你们会如何的相互支持，或者是相互鼓励呢？那么在新恋情当中，当下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或者是建议想要给当下的你呢？好，如果你对今天的占卜主题感兴趣的话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部分了。那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一下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到了你面前的这3张不同的牌卡当中啊。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第3组。从左往右，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那么对应在我们今天的这个牌卡里面呢，我们出现的是数字元素10。然后呢，在这张牌卡当中，我们看到这颗宝石呢，就是你面前的这一颗西班牙线石。那么同时呢，我们也找到这颗线石啊，作为今天我们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的一个验证。那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这个牌面当中呢，出现的就是你面前的这一颗黑碧玺。所以我们今天呢也是请到这个黑碧玺啊，来作为我们今天第2副牌卡的朋友能量的一个验证。最后呢是第3组牌的朋友啊，我们这里呢是一个数字6，然后呢第3副牌的朋友这里出现的一个宝石是太阳石，所以我们这里请到的是太阳石作为今天的一个能量连接宝石。那么刚才呢做一个补充，第2副牌的朋友啊，这边呢黑碧玺的能量对应的数字元素啊是数字11，所以我们从左到右呢依次是数字10、数字11和数字6，3颗宝石呢分别是西班牙线石、黑碧玺，然后呢是太阳石。那为了方便你们可以跟这个牌卡的能量进行一个好的能量上的连接。接下来呢，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好了，让我们一起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一下宇宙的能量，然后呢，让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有关于我的新恋情的具体相关信息好吗？那么在新恋情当中，究竟这个人是新人还是旧识呢？在新恋情当中，我跟对方彼此依赖的程度是多少？我们会如何的相互取暖、相互的扶持、相互的鼓励呢？请宇宙给我指引，请宇宙给我提点。感恩宇宙。好，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
看向你面前的这3副不同的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牌组的能量啊，或者是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元素，数字元素、宝石元素啊，有吸引到你。因为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牌面里的宝石啊，我们全部都请到了原始能量啊，所以说今天的能量应该是非常对应的，请大家去感应一下，究竟哪一副牌组呢有吸引到你。好，如果说有一部分朋友啊，在这个连接的时候呢，有2副牌组或者是2颗宝石呢，都有吸引到你的话，会建议你都看一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讯息啊被分到2副不同的牌组里面。也就是说，你点开2组的内容来听，都可以找到跟自己有对应或者是有帮助的讯息。好的，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牌组，我们就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新恋情具体信息吧。那我们待会儿见哦。嗨，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那你们呢选择的是西班牙现实。OK， 先放在这边。OK， 你们就知道你们的宝石哈。我们放这个月亮上面。然后呢，我们今天啊，这里是我用来收集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那么今天呢，这张牌呢也是一个主牌了。这里呢，我们看到是10号元素。10号呢，其实它是有关于一个我们所谓的旋转啊。10号牌是一个旋转，它既代表着过去一个能量的终极或者是终点，同时呢，它也预示着新能量的开启。所以说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的这个关键字呢，牌面给出的信息是 initiation， 它讲的是一种启动。那么在这个牌面当中呢，它给的一个元素呢是讲了火元素，所以这是我们4个元素当中的火。OK， 这是一个火焰的能量啊。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有关于你们的新恋情，它跟火元素有关，跟启动有关，同时呢，它也跟这种我们所谓10号牌嘛，这种节点和新能量的开启是密切相关联的。那我们呢，就先把我们的主牌放到一边，因为呢，在我们进入到今天的能量连接之前，我想先为第一副牌的朋友啊做一个能量的验证。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的能量情况，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讯息想要告诉我们。那么在这个验证当中呢，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可以去看你们所选的能量是否跟自己是有连接的，然后呢，就可以继续往下听了啊。我们今天先来做一个简单的验证，看一下有关于你的能量里面啊，宇宙给什么样子的指引，帮助第一副牌的朋友去确认这是你的牌组讯息。感恩宇宙，好，我们抽到的第一张牌呢是北极星，这个是 The Pole Star 星星牌。这张牌给我的能量感觉就是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面对感情，你的内心非常的平静。这种平静呢，并不是说我什么都没有，我什么都不知道，所以呢，我的内心也比较的空平静，不是这种平静。当前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内心平静呢，是因为你过去经历过很大的一些事情。正因为你们经历过，你们体会过，你们也我们所谓的无论是自救还是有人提点你，让你可以重新开始，走向一个更加无论是正确的、光明的、有爱的未来也好那么你的内心深处对于自己的未来，还有你过去的经历，我觉得是已经消化好、疗愈好已经接收到了你人生的前一段时间给你的一种启发吧。所以呢，当下你的能量里我听到是那种宁静。这个宁静是经历过后的宁静，是哪怕当下我单身，我一个人去走自己的路，我却并不迷茫，而是内心当中有一个光束在指引着你往前走的这个方向非常的明确。无论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是期待这个新恋情也好，还是说期待过去的人可以回来找你也好，还是对未来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具体的期待，但是却相信未来会为你而打开，当下的你的状态其实是不错的。我看到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你们对待尤其是感情方面的事情，内心是相当成熟的，是稳定的，没有什么所谓的
坎是过不去的，对不对？也许你心里是这个想法，没有什么所谓的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对于自己的过去的经历有什么遗憾，而是你爱过、恨过、痛过、流泪过，也快乐过，这一切都最后吸收成了你对人生的一种感悟和总结。而当下呢，你就是在这个所谓的人生有经历、人生有体会的阶段里面继续勇敢的再向前走，迎接自己的未来。非常好的一个第一张牌这个是星星牌，对吧？好，我们来看一个验证我们今天验证一下，来看一下好，抽到第二张牌，第二张牌呢是大天使 Michael 1号这张牌是一个新的想法，一个新的点子，不会让所谓的前方的颠簸而阻挡了自己往前迈进的决心。会有比较清晰的沟通和交流，还有表达的能力那么这张大天使 Michael 1号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大天使站在这个山巅，他拿出了自己的光之宝剑我觉得是斩断了这个蓝天当中的乌云，而让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个蓝图远景，对吧？所以当下第一排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有什么呢？有关于一个人生新的起点的期待，或者是你现在已经明确了你生活这个接下来的这个步伐、步调、人生新方向，有计划、有主意，也有担当和责任，对不对？那么这张牌呢，我看到是他说的是不让这个颠簸阻挡了你前进的道路嘛。那也就是说，可能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过去可能有小部分这当然不是所有，有一部分朋友就是过去在感情里可能受过颠簸啦。感情之路的颠簸可能是什么呢？可能是你比方说相亲然后你觉得这些人都不行，或者是说你被别人拉着一定要去见某人然后发现你尝试了，你努力了还是不行。又或者是你爱了你喜欢一个人，你爱了，结果发现两个人好像并不合适，对吧？或者是说过去在感情当中你选错人爱错人就是你可能觉得后来才知道嘛，那这些都可能是你感情道路当中曾经遇到过的颠簸，可是这些并不会影响你往前，也就是说你内心当下并不是说很悲观很消极的，而是说你内心觉得说这些东西我经历了，我遇到了，那又怎样呢？这些经历和遇见本身也许就是让你去成长，让你去通过这个人我们所谓的遇到的这个人都是我们人生的一个镜子。这个镜子干嘛呢？出现在我们的道路当中，可能它就是要照亮我们的一个地方。对方可能照亮了我们的优点，对方也有可能照出我们的内心的渴望，我们内心的一点所谓的有一点缺失，我们想得到它。我们想得到一个东西并没有任何的错误，只是说我们用怎样的心态去面对当下的可能不足，又是怎样去面对我们未来的这条求取之路。所以说这个大天使 Michael 1号牌出现这个能量就比较强它非常的强大，它在预示着我对未来充满希望，我对我自己充满着希望，充满着自信，对不对？那么当然了，你跟某人之间可能的误会，当下这个能量里面，也就是说你正学着，或者是你已经学会了怎么样去讲清楚，做好所谓的 closure， 就是这个结束。所以我们这里是 Michael 1大天使 Michael 1号牌。OK， 我们看到这里那我觉得今天这个验证应该是可以了，内容还是很充分的。那我们今天呢验证就抽2张牌，好不好？2张牌。那我们现在呢就把时间全部放给有关于新恋情的预测当中。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新恋情里面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人？关于这个新恋情具体的信息和内容都分别会是哪些？好，那我们首先呢来抽第一张牌，我们来看有关于你的新恋情。先来抽一张神谕卡，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新恋情。好，请宇宙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
选得到西班牙现实的朋友，关于你的新恋情，宇宙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呢？感恩宇宙。好，关于我们这边的第一副牌的朋友，西班牙现实的朋友，我们有关于新恋情抽到了2张牌啊。第一张牌呢，宇宙的信息是 slow down， 这张牌是说慢慢的慢下来。sorry。然后呢，我们抽到第2张牌呢是要有信仰。好，我们把这边移一点。好，首先呢是 slow down。这张牌呢给我的感受和连接到信息啊，就是有关于你新恋情里面啊，你跟这个当然这个人究竟是新人还是旧人，我们等会就是一边抽一边看。宇宙当下的提点是有关于你的新恋情，你要慢慢的来。这张牌是在讲新恋情当中其实很美丽的、很美幻的过程呢，是有关于你们的相处，如何相遇，如何爱上彼此，如何确定彼此，是你们2个人的迷宫，也是你们2个人的这种最美丽的舞蹈。有些事情呢可能没有那么清楚啊，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感情就不是一见钟情了。OK， 你的新恋情可能就不会是一见钟情，可能是那种慢慢的喜欢彼此，慢慢的确认自己的心，慢慢的让彼此就是爱上彼此的一个很精彩的过程。这是一个旅途，这是一段浪漫的旅行。这个是 slow down。 有些东西呢可能是慢慢的打开，慢慢的知晓，而不是一开始就是哇我对这个人我爱上他了，或者是对方觉得一眼就觉得我一定要跟这个人怎样怎样，不是这种感觉。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的新恋情接下来你会遇到这个新的感情是慢慢的慢慢的展开，慢慢的陷入彼此的爱。而且呢这个新恋情里面它的时间是比较长的，也就是说有可能这个人呢他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先开始并不知道你们2个人会有这种暧昧的或者是浪漫的爱情般的发展，而是说他出现在你生命当中，你刚开始可能就只觉得这是个路人，或者是你觉得这个人就是一个来了就会走的一个人，又或者是你没有对他认真没有说是一眼定情也没有说是一定要怎样，只是说认识这个人，只是说了解这个人，慢慢的呢，随着你们的相处，你们的遇见，你们遇到的事情，可能开始会对彼此产生一些不一样的感觉。但是呢我从这张牌里感觉到就是你跟他有比较多的机会啦。既然是慢慢来嘛，那就是有很多的机会让你们有相处，有遇见，有偶遇也有擦肩有很多的契机在等着你们去打开。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是 have faith， 就是有信仰这张牌是什么就是当下的局面你一定要有信心。这张牌是在说可能这个人跟你之间的感情发展呢，它有一点带着暧昧，带着暗恋带着所谓的猜测，慢慢的让你们2个人去感觉彼此的这种心情，去感觉这个人对你的好究竟是出于仅是朋友吗？还是说有别的味道，有别的意思？所以呢我们在这个地方 have faith 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这个女孩子她在放风筝，她手里所有的风筝都是蝴蝶。那么蝴蝶呢我们都知道它讲的是一种 transformation 嘛，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就是慢慢的变换着，随着你们的加深了解，随着你们的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知道彼此，越来越看重彼此的一些很内在的美丽和美好我觉得是越来越认同这个人。而你们的火焰，你看我第一副牌的朋友，虽然这里慢对不对，但是你看你们的新恋情是火这段感情不是那种白开水，没有那种激情的感觉，而是激情很多，但是这个激情它慢慢的来，或者是说你们2个人可能要在一段时间的这种有一点像是睡着的状态里你们可能要懵懵懂懂的慢慢的醒来，因为第一张牌这里有一个睡美人在这里
有迷宫在等着你们，你们要去解锁。所以是这个过程呢，可能会让你们觉得很精彩，也会有的时候让你们不清楚未来，不清楚下一步是什么。所以这个呢，对于可能怎么讲呢？可能有一部分朋友觉得是很有意思的啊，很有挑战的，也是非常有味道的。但是有一部分朋友，如果说对于这个猜的能量有一点很担忧的话啊，那么请你们不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宇宙说你要有信仰。在这个状况里，在这个局里面啊，因为你是局里的人，你是主角嘛，有的时候你要相信自己啊，你要相信自己。就像我们去解题啊，去解题，如果这个题我们没有办法解开的话，这个时候呢，不要急，我们要寻找什么？寻找线索。而线索有的时候呢，其实是本来就有，就在那个地方，我们只需要耐心的找到它，看清楚它，然后呢，就可以进入下一关，对吧？好。我们看到这里啊，来继续来抽牌了。我们继续来看关于你的这个新恋情啊，来，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好，我们看到第一张牌呢是10元素2，然后呢，我们的第二张牌是公元素7，这张牌呢是这样子的啊，这张牌呢在让我看到是说你们两个人是势均力敌的爱啊。关于第一副牌，你们的恋情是势均力敌的爱。这边呢我感觉到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的新恋情的这个对象啊，他是一个跟你条件相当的人，他是一个跟你能力相匹配的人，非常匹配的一个对象啊。你们能力相当，年龄相当。外形素质条件相当，应该都还是条件很不错的啦。这边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呢？因为是势均力敌的爱，所以势均力敌的爱有的时候因为缺少了这种空间和差异性，那么两个人呢，是你包容我多一点，还是说我迁就你一点？这个能量需要你们两个人去找到这个平衡点，而找到平衡点的过程，也是你们两个人去确定彼此心意的过程。今天我们看的是彼此依赖的程度嘛，其实当下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这个对象跟你两个人呢，你们两个人是非常独立的人，你们两个人很独立，但是呢，这份独立要怎么样去相互的融合，去找到彼此依赖的那些需求，或者是需要，或者是你们的想要相互依赖的那个方方面面，是你们两个人爱情的一个很重要的基础。这张牌石头元素2呢是在讲，有些时候你们两个人呢可能都会各持己见，有的时候呢你们两个人可能会发现相互彼此其实是可以所谓的不要对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很需要一个人，很依赖一个人，没有办法失去他，但是这段感情是说，如果今天我决定一个人过不要这段感情，我是可以的。所以你们两个人的感情的基础是都是独立的人，这个基础非常重要。因为如果要相互依存，首先的前提条件就是相互独立，只有先有独立才能够相互依存，否则就变成过度依赖了。那么这张牌呢，我看到信息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势均力敌，年龄相仿，经历相仿经历可能也非常的类似所以这段关系呢，有可能是镜面关系。你是我的镜子，我也是你的镜子，我能在你身上找到我的优点，我也能在你身上看到你的不足和缺点。对方能够在你身上看到他自己的影子，他也能够看得很清楚，可能是你也会引起他内心的恐惧。所以两个人呢，好的时候就是那种一个眼神就能知道对方心里是怎么想的这个思维路径，这个方式，这个所谓的逻辑在哪里。但是有的时候呢，一言不合也比较容易发生这个擦出火的感觉可能就会不开心，不爽这种感觉这个就是石头元素2了。好，这是第一个。所以我们从这张牌可以看出你们两个人并不是那种差异很大的两个人连接，而是类似的两个人镜面关系第二张牌呢是公元素7，clearance。
这张牌的能量呢，我听到的信息是有关于准备好了啊，准备好了。什么叫准备好了呢？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张牌跟这张北极星可以做个对比。刚才呢，我连接到的是有关于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背景信息嘛。我说过，你们其实是可以把过去打包的人，对不对？你们已经走上一条新的道路，对过去已经是和解了，已经是疗愈好了的一个状态。那我们看到这个宫元素7，它讲的是准备好了，也就是说过去已经被打包，过去已经是清理干净，而前方的道路是等待着你们去重组啊，等待你们去重组。所以这张牌呢，我听到信息啊，关于这个新恋情，你们两个人啊都有很多的，我觉得是人生计划，你们两个人都非常有自己的一个见解，你们的一个想法，你们两个人呢对于感情可能也都非常清楚，有自己的一个觉得什么样子东西很重要啊，觉得什么样的东西不喜欢呢，觉得什么样子人可以，觉得什么样子人不行。那你们两个人呢，这个感情啊，就是说如何让你们两个人可以一起完成你们共同的目标。你们需要去做这个事情，有点像整合的意思啊。也就是说，你也有过去，对方也有过去，但是你的过去你已经打包好了，对方的过去呢也是打包好的状态，是疗愈好的状态。那么两个在感情里那么清晰的人啊，非常的清醒，非常的成熟，两个成熟的人去谈这场恋爱的话，那么有些事情呢，可能需要你们去洽谈，需要你们去协商，需要你们去看到你们共同的那个方向和目标。就像我们现在看这个弓啊，它的这个弦是松的，弦还没有上好呢，弓在这里，弦没上好，但是一切的工具、一切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所以你们两个人要一起去创造啊！这张牌是两个人要一起去创造，创造一个你们共同希望看到的一个未来和美好。成为彼此的依靠。我们看这张牌面里面有一棵大树，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好依靠，可以在大树底下乘凉，可以靠着大树啊去做一些工作，对不对？那么你们两个人将会是彼此的依靠，你们两个人也将是彼此最好的后盾。你们要好好的去，我觉得是相互了解，并且去增加这份信任感，然后就是去创造，一起去创造你们共同心目当中的这个理想生活。好的。所以这段关系哦，充满着可能性。对，好，我们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关于这个新恋情。我们来问宇宙。好，宇宙告诉我，选择到第一组牌的朋友啊，关于你们的新恋情，感恩宇宙。宇宙，你有什么样子的指引呢？感恩。祖先啊，28号牌。那也就是说，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祖先庇佑你、保护你、为你安排的一个人啊。我们一般都在听说啊，父母亲帮我们安排一个人啊，但是我这边听到的是，你的新恋情对象是你祖先啊，可能你们曾经就是说血脉往上走啊，上3代啊，那么你们可能是认识的人，你们可能是亲戚，或者是你们有可能是这个曾经就联过姻的啊，联姻成功的人，大家相互都非常的了解，家庭和家族之间的一种所谓的相互信任，相互是好朋友。所以呢，当前啊，你的祖先看到了你的这一生这一世，想把那个曾经他们就很看好的男子或者是女子，对吧，带到你的面前。所以这段感情有祖先的力量啊，在帮助你。而且我在这张牌里听到是这个人会帮助你走上一条道路，这个人可能会帮你，就是推你一把啊，把你推到一个正确的轨道里来。你的轨道里面是你祖先，你血脉当中可能就一直有的一个天赋之路，或者是祖先你的家族里面会一直都在走的一条道路啊，它可能会
给你一些指引，给你一些鼓励，又或者是通过这个镜面关系看到你的能力，看到你的天赋，看到你的潜力，看到你其实心目当中一直想做的事情，也许就是那件事情。你们两个人有过去非常强烈的连接，以及强烈的目标感。那么这个人呢，他来到你的身边，不仅仅是有关于你的新恋情，他也会对你的事业，对你的理想有着一番所谓的积极的影响吧。我们在讲人生有一个使命，对吧？那么这个人他会让你去看清楚，让你去了解你这一生这一世的一个使命。那么第二个信息就非常清楚了，第二个信息是这个人是你前世的恋人，你们曾经在以不同的循环、不同的身份不同的国籍、不同的文化背景，你们都在一起经历过很多。那么当前呢，你走到这一生这一世的这个人生地点，对方呢又从这个我们所谓的循环又来到了这个地方，你们将会偶遇，你们将会连结。而当你们相遇的那一刻，当你们在一起，会有一股强大的缘分和动力把你们慢慢的靠近，让你们慢慢的去发现，可能再也不是那张脸，可能也不是那个所谓的那个血脉不是那个种族了，但是你们在灵性当中，在灵魂的深处依旧能够看到还是那个人。越了解越发现这个人是我们曾经认识的，越了解越发现就会看清楚这个人跟我们在一起非常的舒服，要不然怎么可能好几世都在一起呢？这个就是祖先。好，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个新恋情的这个对象。来，我觉得这个人会对你有一些挑战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新恋情内容里有一个挑战能量这个挑战呢是在说他会挑战你，他会刺激你，但是这个挑战跟刺激呢，宇宙当前说的是让你看清楚你的人生使命。也就是说这段感情它不仅仅只是感情这么简单，它也会让第一副牌的朋友更加清楚的是你应该走上哪一条属于自己的路我觉得是这个能量好，第一张牌，这个新恋情对象这是 Ariel 1，所以呢这张牌出现我感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新恋情绝大多数是新人应该是新人。这个人不像是你过去认识然后又回来这个人比较像新人，但是这个人跟你呢在过去式这个不是说我们这一生里面的曾经，而是你们我们所谓的这个轮回里面你们可能曾经是彼此的伴侣，对吧？我们看这张牌祖先曾经可能是这个阿拉伯人你们两个人是情侣结婚了，后来又到西方社会又是一个情侣，现在呢可能是亚洲社会还是情侣，是这种感觉是这种感觉，并不是说你曾经认识他然后他来找你，而是说这个曾经认识是上一辈子、上上辈子、上辈子是这种感觉。你们曾经在我们所谓的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地区相遇过，在一起过。那么这一生这一世，你们可能同时都选择在某一个城市某一个地点，因为我们这边是中文频道嘛，可能大多数朋友是亚裔，对不对？那么有可能是有着这个中文背景，有着这个我们所谓的同样的肤色类似这种就是他会跟你有同步的讯息，然后呢会跟你有比较共同的一个文化背景，这一生那你们两个人就会有比较多的好感，比较多的熟悉，然后再通过你们的相遇慢慢的认识，慢慢的认定是这种感觉。这个人呢很有可能是一个新人，他说的是当你们相遇的时候呢是你们幸运的一天，因为这个人呢会为你带来很多新的资源宇宙说是说这个人会给你带来新的资源，这个人有可能这个人是说在这个公司比你先在里面可能是前辈，那么这个人可以给你带来很多的指引，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学长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的学长，这个人也有可能是你进入一个新的社团，比方说教会，比方说什么样子的一个团体，那么他会先在那个里面，
他的资源、他的时间、他的这个人脉、他的讯息比你多，所以他是给你带来帮助的这个人啊，他是给你带来帮助这个人，而且呢，这个人的出现有可能会影响你自己的生活，因为这张牌是土元素，它会给你带来好运，比方说让你更快的适应一个环境，让你更快的可以升迁，让你更快的可以拿到这个毕业证、通行证。因为这个人的出现，因为这个人给你的帮助啊，你将更加顺利的完成自己的一个心愿，或者是你人生当中的一个目标。那这是这张牌，第一张牌。所以这个人他会带给你实实在在的好处啊，我们可以这样讲，可以带给你实实在在的好处。这个人也有可能会给你一个机会。OK， 这个人他有点像是你的贵人，他给你一个机会，那么你在这个新的机遇当中将成就自己的一番目标，或者是你的一个人生使命。所以说这段感情里面，它不仅仅是情感的连接，它也有相当于我们在讲我感觉到这个人之前跟你是联姻的关系啊，你们我们所谓的前世今生啊，这是你们爸爸妈妈定下来的婚事，爸爸妈妈为你们定的亲事啊，这个是老一点的说法啦。那么你们两个人呢，可能就是说相互联姻。那么当前呢，我们的这个社会没有联姻的这个事情啊，虽然也有但是呢，可能不会再像古时候、远古时候那么的强，对吧？那么我感觉到就是说，可能不一定是老人家去帮你们连这个姻缘啊，但是呢，可能还是会有冥冥之中的一些注定有这个相互可以帮助、相互可以帮衬、相互可以去依赖的能量会在你们的爱情当中是一笔不轻的不是很轻的，是比较有分量的一笔。这是你们爱情当中的一个契机，是你们认识彼此、了解彼此、爱上彼此的一个契机。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第一张牌来继续来看关于新恋情的这个对象，看一下当然这个人也有可能是给你写推荐信了不一定说直接给你机会，可能他推荐你或者是指引你去某个地方，然后你可以遇到一个很好的 OK 很好的机会。好，第二张牌呢是 Gabriel 4这是火元素4的能量这张牌是在讲庆典。这张牌是这样子的，有很多的信息。对于很少的部分朋友来讲因为这个能量可能会有一点早，但是呢，对于有一部分朋友来讲，这是你的结婚对象你的新恋情有可能是你的结婚对象，你们两个人有姻缘的能量在这里，而且呢，你们过去前世今生也是彼此的伴侣嘛。那么今生你们的相遇有这个婚姻的对象在这里，婚姻的联姻的关系在这边。第二个能量是什么呢？就是关于你们的相遇，你们可能是在派对当中遇见的，是参加活动的时候遇到的彼此，你的活动、对方的活动，或者是公司的活动、别人的活动你们是被邀请，或者是你们其中有一个人是被邀请，然后呢，在一次活动当中相遇了。你们的相遇是比较豪华的，因为在你们的相遇的时候，你们可能都是那种很放松、心情很好，就是要出去玩，就是要认识新朋友这种场合里面就是在这种场合里面。然后呢，这边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人，我看到的是这个人他本身是一个比较成功的人，他的能量是比较我们看这边有火元素嘛，他的能量有比较好的火元素，也就是说这个人在生活当中跟你相遇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是比较成功的，他可能对自己的目标已经是完成的，他对自己是认可的，这个人条件也不错第一副牌坊，这不是一个在创业阶段、在起始阶段的人，我感觉到他对于自己的生活是非常清楚的，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自己明确的方向，知道自己要去努力的一个好几个阶段，他非常的清楚。如果说当下第一副牌你们年龄还小的话，那么至少这个人在心里对于自己的未来是有安排的，是有计划的，不是那种很迷茫的感觉不是迷茫的感觉，他一定会有自己很硬的一个 pass， 或者是自己一个很厉害的专业技能，
他知道自己未来一定是可以我们所谓的成功的，他知道自己可以。那还有一些朋友呢，对应的就是说这个人可能已经是成功人士了，他已经是个很稳定的状态，他有能力去支撑这个爱情，他有能力去保护你，他有能力去爱一个人。爱一个人有的时候也需要很多的我们所谓的责任，对不对？那我觉得这个人是可以的他的这个条件来看的话，已经可以去结婚了。那么第二个信息呢是说，这个人会帮你解压宇宙说当下就是说，这个人他的出现可以帮你解压。可能有一些朋友在遇到他的时候，你有一些压力，这个压力有可能是来自于你要去解锁的一个人生使命，或者是你的一个人生目标有关。你遇到他的时候，以及你们两个人恋情的展开，都是有关于解锁你的这一个压力。这个压力会跟着他的进入你生活，慢慢的被释放掉。也许他鼓励你，你去努力释放掉这个压力；也许他给你带来的是资源，他给你腾出来的是时间，让你可以去释放掉这个压力。所以你们两个人在一起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因为他生活变得更好，所以你们两个人的彼此依赖这种能量是非常团结一致的就是你需要他，他也需要你，你需要的东西他刚好可以给你，他需要的东西你刚好也有，所以这种感情呢，它的这个基础是比较牢固的。你们的这种相互缠绕，我们今天讲的是彼此依赖嘛，你们相互缠绕彼此取暖的能量是非常互补的。尽管有的时候我们看到这个感情对方可能会挑战你，你也不示弱，但是你们两个人在这个所谓共同目标，以及你们共同的一个想去解锁的，想去释放压力的，想去获得成功的这些点里面，你们有相互的共识，非常理解相互支持，相互陪伴。好，第三张牌Page of Raphael， 这张牌是这样子对方对你的爱非常的细微 gentle非常细微，这不是一个一上来就要霸道总裁，或者是一上来就要控制，一上来就要说激情似火，绝对不是。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是慢慢的进入彼此的爱是慢慢的。这个人刚开始的时候进入你生命，会是一个很温柔的存在，很温暖的存在，他会给你想象，给你做梦的那种元素你遇到他之后，你就想做梦，你就会期待所谓的这份爱情，你就会期待你们关系的发展。这个人会解锁你的心，会打开你的心，让你看到有一个人在生命当中，如果这个人是对的，如果这个人是适合的，那么一定会比一个人生活更加的轻松，更加的有爱，更加的幸福和美满。这个人是新恋情确定无疑。第一副牌这是新人，不是一个过去又回来找你，这是一段新恋情。那么这个人会跟你有很多的语言上的交流会跟你有很多语言上的交流，并且呢，他会让你看到的是一种新的可能他会让你看到是新的可能，他打开一个新世界给你，他打开一个新的我们所谓的可能性给你，让你看到是你对生活未来我们看这张牌，这里是抽到当下第一副牌你的状态嘛，你走在这个森林当中，前面的路其实不是很清楚，但是你自己的内心是知道我可以走出去，我可以看到一个更广阔的天地，而他的到来直接让你看到是更加广阔的天地。我们看这张牌里面，它是一个远景图，它是一个对未来一个很广阔的一个状态的一种描述而当下你的状态，第一副牌的朋友可能是慢慢走，看的还是比较近的，但是它的出现会揭开这个帷幕，就如同把你从一个很密的森林的这个小路里面带到一个很平阔的一个风景点来，让你看到是自己的广阔的未来，自己未来可以获得的高度。所以这个人呢，也有可能是打开你的眼界，打开你的见识，打开你对自己的一种解锁。他对你是有很大帮助的第一副牌的朋友，因为我们这边看到是联姻嘛，你们曾经是联姻的，所以你们两个人可能会有一些
我们在讲家族利益的捆绑，但是你们可能是不一定是家族利益，但是你们可能是相互可以去帮衬彼此的存在，好不好？所以我们看这个人这个人呢，他跟你年龄相仿，或者是说这个人比你要小一点虽然说我们感觉到这个人好像他的资源比你多但是我看到这个人可能比你小一点可能比你小一点。这个人的状态是比较年轻的，他有很多的火。那么这个人的星座能量有哪些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的星座有水瓶座。那么其他的星座呢，感觉到火元素火元素这边有白羊座，有狮子座，然后呢有射手座火元素的能量肯定是比较多的。然后呢就是这边水瓶座是有具体出现的，给大家做一个参考。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要给你的一个讯息关于这段新恋情，宇宙有什么话想告诉你呢？我们来询问宇宙好，宇宙，请你告诉我们，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你有什么话想对第一组牌的朋友来讲呢？宇宙说，请你去扩大这种富足感扩大你的富足，扩大你的这种丰盛。富足是我出生的权利，也就是说我们每个人出生都拥有富足的权利。那么当下呢，我会接收它。这张牌呢，宇宙当下对第一副牌的朋友巨大的鼓励意思就是说，面对自己的感情你一定要更加的信任，更加的坚定，更加好的把能量调整到最佳状态里来。其实呢，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现在状态已经很不错了，但是呢，宇宙说，请你保持，请你坚持，这是一条对的路，这是一个对的想法，这是一个对的思路。那么请你继续去扩大这个好的能量以及这个好的频率，让你的能量和你的频率帮你吸引到这个对的人。而这个对的人，宇宙接下来要为你带来的，在你的新恋情当中会遇到的，将是你的前世恋人，将会是一个镜面关系。他挑战你，他支持你，他鼓励你。鼓励你干嘛呢？走上属于自己的路。他鼓励你获得成功，鼓励你去争取自己的目标。那么这个人呢，他同时也会鼓励你去我们所谓的追逐自己的理想。那么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会是相互挑战，相互的去镜面折影，同时你们也会相互的去创造一个无限的可能我们这边是宫元素7，过去的能量已经清理干净了，业力呢都已经整理好了，接下来会是一段良缘，接下来呢会是你的祖先给你的一份祝福和礼物。那么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新恋情成功，祝你们呢可以圆满哦。好了，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二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是这个黑碧玺放在这里。好，那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是有关于你的新恋情，我们来看的是这段感情呢究竟是如何的。那么关于这个新恋情当中你会遇到的这个人呢，究竟是一个新人还是说旧识？我们今天看的这个新恋情是相互彼此的依赖，也就是说你们两个人在相处的时候，相互依赖的程度是多少？你们究竟会怎样的相互取暖呢？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抽到这个牌，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能量黑碧玺，它所描述的能量呢是 regeneration， 是重新再生长出来。OK， 是重新再生长出来。所以呢，我们可以感受得到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当中有这种突破突破自我，或者是这段关系可能会更进一步，可能会跨越一个你们原来的一个状态，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那么在新的阶段的到来呢，它会伴有过去能量的消亡，然后呢是新能量的生长。会有一个升级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仪式或者是阶段在等着你们去走入或者是打开。我们今天的主牌11号牌它也是这种所谓的一合一嘛，我们看这里就是一跟一是两个 pillar 它们呢代表的是一个门。我们知道这里程碑跨入一个新的大门它都是有一个阶段性的门槛在这里。
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你跟这个新恋情这个人之间呢，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门槛式的仪式啊，等待着你们跨越，等待着你们度过，等待着你们去把它给打开。OK， 我们这里有冥王星的能量，好，先放这边哦。那我们现在呢，就来先连结吧。我们首先呢，来验证一下来自第二副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能量啊。我们首先来做一个能量的连结，看一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态是怎样的？来看一下，问一下宇宙哦。我们来问宇宙，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状态如何？尤其是对待感情方面，好不好？来看一下。好，这边我抽到的牌是祖先和 tradition， 这个是石头元素9啊，石头9吧，两张牌加在一起哈。那我听到信息是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等待你们命中注定的姻缘。你们对待感情是传统的，无论说你们，比方说啊，怎么讲呢？无论是你们是觉得自己啊个性方面是张扬的，是这种内敛的，还是说你们在感情当中当下是怎么样的一个想法啊？但是呢，在你们的就是很里面、很真实、很核心的部分，你们看待感情是非常认真的。也许你们可以接受别人啊，或者你朋友，比方说各种各样的恋情啊，或者是各种各样的一种相处方式、相处模式。但是对于你个人而言啊，你真正能够接受的，真正我觉得是能够走进你心的，真正能够让你去，打开。你看这里有个门嘛，真正能够让你去信任的，肯定是一个非常传统的恋情。传统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你们的相处和你们的连接的时候啊，它都是比较保守的，比较认真的，比较偏向于一个目标和仪式感的，甚至还会把家族的关系利害全部都考虑进来。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这里我听到信息啊，就是有几点你们可以对应。首先呢，对于感情，其实你会把感情跟婚姻几乎是连接紧密的，就是相互的都看得很重啊。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不太适合去走那种很创新的或者是很开放式的 relationships， 你们比较适合去走一些很传统路径的感情关系，不仅仅能够让你们放心，也能够让你们真正的，我觉得是愿意真正的愿意。第二个能量就是说在感情当中，其实你会比较考虑的多。考虑多是在哪里呢？就是说不仅仅是感情，还在乎说你们的共同理想共同的一个理念，或者是家族之间的一个家庭跟家庭之间的一种所谓的赞同你们是很关键的。就是你们不仅仅说两个人感情好，可能第二副牌的朋友不太想去说我们感情好，然后呢，如果父母反对，我们也坚决在一起。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要么就是之前你们可能尝试觉得很难，要么呢就是说你们一开始就觉得就是要找门当户对的，就是要找这种家庭家人，你爸爸妈妈，对方爸爸妈妈都相互觉得很合的，很搭的，很有缘的，大家都相互喜欢的。那么对于你们之后感情的发展也会更加的，就是说有利嘛，对吧？所以说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考虑的很多。那么考虑的多呢，就在乎说你们看待感情是相当认真的。第三个能量呢，第三个能量也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在讲感情的时候呢，可能有一部分的朋友就说，对于这种名分对于名分的问题就是每个人他的这种容忍度，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接受程度会因人而异。那从当下的第二副牌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你们对于这个名分的问题是非常重视的。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在告诉我，你们不允许自己是别人的第二名，就是你一定要是第一，你一定要是最重要的，你一定要是他的首选。因为我看到是在你们的能量当中，你们非常在乎的是名分，
啊，你一定要是那个大老婆，或者是那个他的正夫正妻啊，你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肯定是接受不了什么第三者啊，或者是什么我们所谓的有一点就是禁忌之恋呐、那种，我觉得你们可能都不行。你们一定要是那种非常传统路径、传统路线的强烈仪式感。OK， 公开表白、公开求婚、公开结婚，你们要是这种样子的感情，我觉得你们心里才会觉得是舒坦的。OK， 所以呢，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些可能关于你的感情观的问题啊。宇宙当下给出的这个牌卡是有关于你的感情观，作为我们今天能量的一个验证。好，我们看完这个之后呢，我们来看的第二个能量信息啊，因为我们今天是验证嘛，所以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组牌。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们的验证啊，宇宙有什么样子的补充能量呢？可以帮我们做一个验证，感恩宇宙。好，我们的验证牌第二张是力量。力量牌哈，力量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在感情里面吧，你们是一群非常厉害的人哈。什么叫厉害呢？就是不是那种很软的，很容易被欺负的，而是在感情里你们是很坚强的。那么这个能量呢，表现在2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呢，是在刚刚相遇的时候，在这个感情的所谓的认定期。你们是属于那种不会轻易的让别人就是可以喜欢上，也不会轻易的爱上任何人的一个族群。那这个能量呢，就表示接纳一个人很难，但是一旦你接纳，就会坚持的比一般的人要好。所以呢，第二个能量在于说，一旦你认定某人想要跟他在一起的话，你是能够经历得起我们在感情当中，在婚姻的那个承诺里面，对吧？不管什么生老病死啊，不管什么疾病呢，你们就是这种，不管什么生老病死，不管什么疾病，不管什么挑战，你们都愿意跟彼此一起去承担，一起去面对。你们是属于这种坚强的爱啊，你们是坚强的爱 ，tough love。所以呢，如果有人是有幸运的遇到你，能够有幸运的被你爱上，或者是被你看中的话，那么这段感情会走得非常的精彩，会走得非常的让人觉得羡慕，因为你们的关系会走得很深，牢不可破啊，牢不可破。我们这边还有是什么？自信啊，自信。你们是对自己非常有信心的一个族群，在感情里你们是自信的啊。有些人呢，在感情里可能会比较自卑。那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在感情里是很自信的，你们对于自己的外形，你们对于自己的能力，以及你们对于自己可以给出爱的这种勇气啊，都是非常的自信的，都是觉得自己很优秀、很棒的。同时呢，在面对感情里一旦你进入一段感情，其实第二副牌的朋友，你有没有发现，虽然自己有的时候很 tough， 就是觉得很坚强，让对方觉得好像你很厉害，但事实上你的疗愈能力也是同样的关键，就是说你同样也是一个非常会疗愈的人，你可以去看到别人的优点，你可以去看到这个人的不足，你可以去心胸宽广的原谅他人，原谅对方的不足，你是一个心胸很大度的人。我觉得感觉到第二个牌的朋友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其实你是有点像男孩子的个性在爱情里面，虽然说你可能长得很温柔，或者是你很美丽，但是我觉得在你的灵魂深处是一个有点像男孩子阳刚气的一个女性那如果你是男性朋友的话呢，那么在感情里你是绝对的那种我们在讲阳刚之气那么你的阳刚之气呢，能够让你喜欢的人对你就是非常的有安全感，非常的放心，觉得你是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个伴侣吧，一个选择非常好。我们这边的星座能量今天也就是出来了很多我们第二副牌的朋友呢，有天蝎座，有金牛座，然后呢有狮子座。interesting3个都是固定星座很稳定非常的稳定。好，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验证如果说第二副牌的朋友，你觉得这些能量呢有跟自己对应的话，我们现在呢就来连接有关于你的新恋情。我们来看一下有关于你的新恋情具体的信息。好，我们来抽牌。
然后就告诉我们，选择到第2组黑色碧玺的朋友啊，有关于你的这个新恋情究竟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这2张牌卡。好，第1张牌卡呢，我们抽到的是一个简单的善举啊，一个简单的善举。好，这张牌是什么啊？这张牌很有意思，我听到的能量就很多了。这张牌呢有2个点啊，我连接到2个信息。第一个能量是在说什么呢？就是说，关于你跟下一个新恋情这个对象啊，你们2个人是你不小心做了一件事情啊，第2副牌的朋友，你不是说喜欢他，你就是一个简单的善举啊，你只是想帮他，你只是觉得这个人就说，不针对于这个人，你只是想帮助那个情况当中的他，你做了一次善举，你做了一次好事情，然后呢，对方对你就是感恩戴德吧，有点像我们之前讲嘛，就说，你救了我一次，然后呢，我就以身相许，类似这种啊，当然没有这么严重啊，但是就是这种类似的能量啊，你可能做了一件事情，你帮了一个人，或者是帮助了他的朋友，帮助了他的一个小动物、小宠物，你的一次善举，让对方对你就是说充满了感恩的这个心情，想去回馈你。那么这个人呢，他可能会在回馈的过程当中爱上你，又或者是在你做善举的那一瞬间，就已经对你一见钟情了。OK， 那么这个一见钟情呢，就有这种以身相许的能量啊，对方想对你以身相许，这是第一个能量。第2个能量呢，这张牌也是在做一个，我刚才听到就是一个建议能量，为什么呢？因为我听到刚才连结就是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属于很 tough 的类型，你们在感情里非常的独立、自信、勇敢，那么也就在乎说你条件再好啊，你条件很好，你条件非常优秀，喜欢你的人很多，但是真正敢接近你的人却不多。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有可能会陷入一种迷思，这个迷思是什么呢？就是你周围的好朋友都会觉得你条件比谁都好，你的比方说各个方面比谁都优秀，但是为什么你就没有遇到那个真正可以跟你走得很近的那个人呢？也许你自己有的时候也会有这个迷思啊。那么当下呢，我看的是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比较内敛的，就是你们的能量很收的都是给自己，所以你们对于旁的能量啊，相对关注的没有那么的多。而且呢，第2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不属于那种很会撩的类型。什么叫很会撩的类型呢？就有些人他的这个性格啊，这个不是跟品德有关，是性格原因。就有些人他就是很喜欢交朋友，他就是很喜欢就是多一点那种好奇心呐，跟别人多说几句，多聊几句。那么他在对别人感兴趣的时候呢，自然别人也会有机会认识他。那么这种人自然而然朋友就多，关系网就很大，那么机遇也多。这种能量呢，一般可能会在开创跟变动的星座那里会比较的明显。那么固定星座呢，可能在这一方面有的时候会是一个不能叫弱势啊，但是会是一个可能你们会遇到的迷思。那么我们这边看到的星座能量呢，也是固定星座偏多，所以当下吧，我感觉到就是宇宙这里呢也想告诉固定星座的朋友啊，我们今天看到是天蝎、金牛跟狮子座，对不对啊？当然了，这个是不局限于固定星座啊。有些朋友，如果你有这种能量的话，你也可以去对应。有的时候你会不会比较的，就是说自己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啊？你在自己的星球里活得很舒服，你有自己的玩法，你有自己的朋友，你有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但是呢，有的时候啊，当你去遇到这种我们所谓的新人、新恋情、新桃花，你会有的时候会觉得说，我的圈子其实就这么小，我也不认识什么人，我怎么样去遇见这个新桃花呢？我怎么样去拥抱自己的新恋情呢？宇宙当下也是在给你一个建议，就是说你要去多做一些事情做些什么事情呢？就是说你要对你周围的环境多一些好奇心，多一些善心，多一些想去我们所谓的去施一些东西。我们在那个佛家里不是在讲嘛，我们要去施，我们要去布施，对不对？那么感觉到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说你在自己的圈子里过得很好，时而呢，你可以选一个时间，选一个日子去布施。布施就是把自己想做的好事情真正的投入出去，把你的好能量真正的分散出去，发散出去。那么你在做这些好事的时候
可能看起来是刻意的啊，你就是要做这个事情，但是事实上呢，当你去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不仅仅能够让自己的心情变好，你也能够有更多的机会啊，去把自己放在一个可以被别人看到、被别人关注的一个地方。所以说你看，多做好事，多去帮助别人，那么这样子的你呢，能量会更好，还会被别人看到。你看我们这里的这个男孩子啊，他在喂这个小松鼠吃东西，他根本就没有关注他周围其他的能量，他只是在关注他自己做的这一件事情。但是事实上呢，所有的人都看到了他，我们也看到了他，对不对？那么这个呢，就如同当下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你们可以去关注自己的生活，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但是呢，你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环境里，让别人看到你，让别人关注你，让别人主动的走近你。而你要做的仅仅是给别人一个机会，你给别人一个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啊！这张牌 Simple Acts of Kindness 不是说让你做很大的事情，也不是说让你去相亲，只是说让你去走到人群当中，去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去结自己想去结的善缘就好了啊！这个是5号牌，来第2张牌啊，这个牌还是个连号啊，这个是4号牌。他说你有无限的可能，你可以做任何你选择的事情啊。这张牌在讲的是什么呢？这张牌啊，我感觉到就是说，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要相信自己值得被爱的一种能力和权利。我可以感觉得到啊，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是非常勇敢的、自信的一个族群。那么在这个你是无限可能这张牌里面呢，针对的是你对于感情我们说在感情里以及在非感情的环境当中的2个形象。我们每一个人啊都有很多的方面，都有很多的层面。我们在面对不同事情，在面对不同族群，可能我们会有不同的一个展现啊。这张牌呢，给我能量的感受是，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们尤其在工作、学业。人与人之间的，比方说人际圈子啊，这个什么交往啊，或者是父母圈子啊等等啊，你们可能都是很 tough 的像狮子一样很骄傲的，非常的自信的。但是面对感情，有的时候你们反而会有一点，如果还没有找到这个正确的人啊，也许你心里也会有一点，就是说打个问号。为什么我没找到呢？为什么他找到了？为什么我这么好，但是我却没有遇到那个人？为什么别人遇到了？那么如果你有这样子的一些想法的话，宇宙这里呢就是在告诉你不要去把自己跟别人做一个对比。宇宙说你可以去选择你喜欢做的任何的事情。也许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一直以来，你们所关注的事情尽管有的时候你也是在讲我想脱单我想遇到这个新恋情我非常想谈恋爱。但是在你们的内心的最深的地方，也许你们还是会比较关注自己还是会比较喜欢做自己喜欢的事情。那么这张牌出现呢，就是在讲你跟你的这个新恋情的这个对象你们有无限的可能。我这边呢感应得到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当中有一些事情可能会挑战你们对于最好的一种上限。什么叫最好的上限呢？就我们可能每个人在心里都会有一个期待，我们对新恋情的期待，我们对新恋情这个对象的期待。有的时候呢，宇宙可能会丢给我们一些跟我们想法不一样的人有的时候你可能会觉得完全不可以考虑，或者是完全不符合我的要求。可是呢，有的时候宇宙也会我们所谓的丢给你惊喜这个惊喜呢，可能会让你觉得说好像比我想象的还要好或者是比我以为的还要特别。如果你想寻找一个特别的恋人的话，这个人有可能非常的特别。如果你想找一个这个貌美天仙或者是这个帅气无比的这样子的一个人呢，那么也许你接下来会遇到这个人呢，会比你想象的还要帅，还要漂亮。所以这一点来讲的话，也许会让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有惊喜这个4号牌给我的感觉是有惊喜，对于新恋情这个对象有惊喜。好，那我们讲到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问一下宇宙，关于新恋情当中你会结识的这个人究竟是新人还是旧识？这个人有怎样的一种能量呢？好，我们抽到第1张牌 Ace of Raphael。
这张牌呢，其实对应的是水元素1啊，是水元素1。这张牌呢，在告诉我，你的新恋情当中呢，会是一次新的感受，会是一个新的体验，甚至可以讲啊，你的心呢，这一次会真正的被打开。水元素1呢，它象征着一段浪漫的感情啊，一段非常浪漫的感情。这段感情呢，会满足你的一种内心对于爱情的渴望。以及在这段关系当中，你真正感受到的快乐和幸福的感觉，会满满的让你觉得很欣慰，让你满满的感觉到可靠，让你满满的感觉到这段感情是可以长存的。你能够在这段感情当中得到一种滋养。所以呢，从这张牌里面呢，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大多数朋友遇到的这个新恋情对象应该是新人啦啊，因为这张牌是新的。是一个全新的体验，是一个全新的经历，对于你的内心世界会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开心的、浪漫的感觉啊！这个是水元素1。好，第二张牌我们看到是大天使马尔口7号牌。好，这张牌它表达的内容是什么啊？关于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啊，存在一个追逃的关系。什么叫追逃的关系呢？我这边看到啊，在你的新恋情当中，可能有一个人呢会对另外一个人非常的感兴趣，非常的喜欢，所以呢会采取追逐的方式去追求一个人。更多的呢，我感应到当下就是说，对方可能会追求你啊，对方是追求你，对方对你有一点像是非常的喜欢，想要去打开你的心，想要去让你关注到他。但是呢，我这边听到的一个信息内容啊，就是说，也许第二副牌的朋友，你会给这个人设计一些障碍啊，或者是说你刚开始的时候不相信他，刚开始的时候呢，你还是想去说自己过好自己的生活，你没有给这个人很多的关注啊，说直白一点，你没有给这个人很多的关注，你比较像是一个人在行走，就是自己在过自己的生活，自己生活在自己的小宇宙里面啊，是一个幸福的公主和王子。那么我看到是呢，这个人呢，他需要去经历一些挑战，才能够真正的走到你的面前。那么这个人呢，在追求你的方式当中啊，他需要去做一次非常大的调整。刚开始的时候，他追求你的方式，也许是你完全接受不了的，也许他会以那种非常热烈的方式追求你，你就会对他有很多的怀疑啊，这是第一种情况。或者是说，这个人会用一种非常殷勤的方式去追求你，你可能又会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对你有所企图。所以说，感觉到这张牌出现呢，它代表着你们两个人当中的这个关系啊，有追求，就是追逃的关系。一个人在追，另外一个人呢在逃啊，另外一个人在逃。但是呢，我看到在这个追逃的关系里面啊，慢慢的啊，另外就是特别是追的那个人会找到一个正确的方法来接近那个在逃的人。在逃的人并不是说不想恋爱，也不是说不想去拥有幸福的感情生活，而是说在逃的这个人对待感情可能有自己的一些想法啊，有比较特别的一些想法，有比较特别的一些喜好。所以说在这边啊，你们需要去通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吧，我觉得你们要化解一个误会啊。所以你看我们这张牌里啊，它的这个主牌第二副牌后，你们抽到的牌是黑碧玺。这张牌的能量今天出现的是 regeneration 重生，重新生长啊。那么你们的关系当中会有一次很明显的分界线，分界线之前可能有一些误会，有一些迷思，有一些误解和误判。那么在这个分界线之前呢，你们两个人的关系是追逃关系。那么在分界线之后，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这个 regeneration 重新来过啊，重新来过以后就是矛盾被解开，误会被解开，而你们两个人对于彼此的了解会有一定的细节来支撑你们两个人对彼此的一种沟通和交流的方式，让你们能够以一个比较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认同的一种模式啊，来走接下来的路。好，看一下第三张牌。月亮牌月亮牌。那么你们的新恋情对象啊，这个人呢，他有比较多的水元素了。我们今天出现的能量有天蝎座，有金牛座，
然后呢有狮子座，现在我们又多出了一个双鱼座。这个人是比较梦幻的啊，这个人是浪漫的主义，浪漫派啊，所以这个人呢可能会给你很多的温柔乡、温柔的情感啊，让你去感受。这个人呢会带给你一些直觉的，一种撞击啊，什么感觉呢？就是说，你们两个人有的时候嘴上说的话和你们内心当中的一种感觉可能会有一些差异性啊。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跟一个人口头上吵，对吧？大家可以感受啊，有些人我们就是口头上总是吵，但是心里吧对这个人却无比的认同。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对于一个人呢，在口头上很美好啊，说很美好的话，但是心里呢可能总觉得这个人什么地方不对劲，对不对？那么这个是属于直觉当中给出的一些信息。那我们在第3张月亮牌出现呢，我感应到的就是说，对方会在你内心的地方直接投入给你一些他能量对你的一种感受。也就是说，也许你们在前一个阶段啊，我们看到这个 regeneration 之前，你们两个人可能有误会，可能会有一点互相不能理解，但是呢，在你们的心里其实有留意到彼此，只是嘴上不说啊，可能会留意到彼此，可能会注意到彼此的这个能量是有一点特别的，但是呢，由于一些对方的这个沟通方式，对方的一种表达方式，或者是对方接近你的方式，让你有所怀疑和顾虑，或者是让你对他有一点排斥和拒绝。但是在你的心里，其实已经在慢慢的接受，慢慢的再去了解这个人。那么当下呢，我也听到啊，就是说在这个关系里面，你们两个人呢，其实直觉能力都是会被激发起来的。你们会在不交流或者是深夜的时候啊，能够连接到和感受到这个人对你的一种影响，又或者是说你们能够在直觉当中啊，去直接连接这个人对你的一种心情。有的时候啊，就有些人呢，他在表达一个能量的时候啊，他可能会是一个让人不理解的情况。就比方说，有些人他明明是喜欢，却说很严厉的话语，对不对？他其实是喜欢，他很急嘛，他很担心这个人被抢走嘛，所以有的时候会说很严厉的话语，反而让对方觉得你是不是恨我呀？你是不是针对我呀？对吧？那有的时候呢，我们在面对喜欢的人的时候啊，不是每一次都能够很直白的、很直接的去表达我们的善意，去表达我们的喜欢。我们可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出于比方说恐惧呀、不安呐、焦虑呀，我们反而会把自己的这种喜欢的能量给隐藏起来，给掩饰起来。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当中呢，会是一个新人，不是一个旧识，会是一个新人，在你们的关系里面会有一次重新生长的一个契机。在你刚刚认识他的时候，和你们我们所谓的这个门之后跨越这个门槛之后，你们的关系发展会有是天壤之别的感觉。所以呢，在接下来你生活当中会遇到的这些人，特别是新朋友，请大家不要太过早的去判断你们的关系，也不要太过早的去 pass 掉或者是承认任何的人，因为你跟这个真正会跟你走入新恋情的这个对象你们会有一次关系的晋升，你们会有一次关系的转变，甚至是说你们可能以为这个人不可能再跟你继续的时候，你们反而关系会得到一个好转。这个人给我的感觉第2副牌的朋友，这个人外形很好，这个人的外形真的很赞的这个绝对是能够让你们的眼睛享受的一个人。那么也许是因为这个人比方说太美了，或者是太帅了，反而会激发出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一种怎么讲呢？可能想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心的，可能会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正只对你一个人好呢？毕竟你们在感情里要的是这种承诺，对不对？那么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说这个人他外形很赞，你会因为这个人的某些条件而有一点怀疑自己，那么怀疑自己的能量呢，就会让你去把这个能量投射到这个人的身上，去疑问，去怀疑，或者是说给出一些我们所谓的挑战，来让自己的内心有更多的安全感我听到是这种感觉。所以说你跟这个人的关系呢，会打破一个幻境，在幻境之前呢，是你们关系的第一个阶段，
在打破幻境呢，是你们关系的第2个阶段。而这个人出现在你的面前呢，他会给你的感觉是你们2个人是可以给出承诺的。这个人值得你相信他，这个人他会用他的行动证明他愿意等你，他愿意给你耐心，他愿意去履行他的责任，让你们2个人的关系有强大的仪式感。所以说恭喜一下第2个牌的朋友啊，也许你会觉得稍微有一点纠结，但是这个人的形象啊，他的这个外在条件可能真的是你喜欢的。如果是女生的话，这个人可能就是有一点像女神了啊，长长的头发，对吧？那么他的这个身材啊、身高啊，还有他的气质啊，可能都是你非常喜欢的类型啊。无论你是喜欢可爱型还是这种淑女型。如果这个人是男性的话，这个人可能会在比方说脸啊、身材呀、身高啊、他的条件呐他的这个我们所谓的魅力指数啊等等方面啊，可能都会让你觉得非常的心动啊。你的拒绝可能也是一种保护自己内心的方式吧。所以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啊会遇到一个很帅的或者是很漂亮的一个人啊，恭喜你们。我们接下来呢看一张这个牌啊，我们来看一下关于你们的这个新恋情，请宇宙给我们指引。好，抽到的是大天使 Raziel 啊，这个是智慧之牌 Inspiration 阿卡西的记录。这张牌呢有2个信息值得大家去关注啊。第一个信息呢就是智慧。什么叫智慧啊？智慧呢它跟知识是完全不一样的。智慧呢是怎么样去聪明的解决一个问题，怎么样去聪明的战胜我们内心的恐惧。那么第2副牌的朋友啊，你跟这个人之间的连接呢，其实会是一个智慧生长的机会。我觉得很多朋友啊，在你们去面对这个人的时候，其实这个人有挑战你的内心，挑战你怎么样去面对自己的一些我们所谓的极限吧。你看，我们这里有极限的能量出现了1次，出现了2次。极限啊，就是我们自己的舒适圈，怎么样去让我们自己去舒服的打破。可能打破的是我们的一种认识，打破的是我们的一种意识层级，打破的是我们曾经对惯用事情的一种看法和观点。那么这个人的出现呢，我觉得他会打破第2副牌的朋友你们对于一些事情的固有观点。这个观点是你自己下的，那这个观点呢，只有你自己可以打破。怎么样去对待某种人，怎么样去看待某件事情，你自己要去打破自己的意识层级。那么你打破自己的意识层级呢，就会让自己的智慧啊变得一个增长。所以这个人的出现呢，能够让你更聪明。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当你遇到他的时候，你的内心会有一种还是很希望去追逐自己内心的真相的能量。这个内心的真相就是寻找真正跟自己有缘的正缘。什么叫正缘呢？你看你的能量当中，你要寻找的是在这个我们所谓的阿卡西的记录，或者是月老姻缘簿里都写好的跟你有姻缘的关系，这样子的人，能够给你强大承诺的这个有责任心的人。而当下呢，我看到是在你的能量当中，你的新恋情里面，你要克服自己的比方说一些 judgment， 一些限制的思想，来让自己真正的勇敢的抓住这个你想要得到的幸福。你想看到的一种美好。其实呢，我们看到阿卡西记录，它讲的是我们的前世、今生和当下所有的一个像是基因图书馆那个地方啊，它把我们所有的信息都记录起来。那么当下呢，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你跟他的这个关系里啊，你们除了在3D 世界的连接以外，你们还有5D 世界的连接。3D 世界是你们的相处，是你们的日常。而5D 世界，当你们静下来啊，不跟这个人说话，你们2个人隔着一个地方的时候，你们会去从某一个角度进入到你们的潜意识，进入到你们灵性的一些地方，去感受这个人究竟是谁，去感受自己的心究竟是朝向哪一个方向。
所以说这段关系啊，它会有挑战，它也会让你成长，它也会让你去打破你的一种极限。好。所以说第二副牌的朋友啊，这个是灵性之恋啊，你们两个人之间的这种灵性连接、直觉连接也是非常强烈的，可能会震惊到你。为什么你就会知道这个信息？为什么你就听到了这个信息？而当你们真正相处的时候，是你们的3D 世界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你脑海当中连接到的能量信息，是不是觉得有一点，好像有一点不可思议呢？这个关系就会是这种。好，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张牌，我们来听一下宇宙当下呢给你的一个指引和建议。我们来听听看宇宙怎么说。好，宇宙今天告诉我们哦，第2副牌的朋友，你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讲呢？好，我们抽到这张牌啊。It is safe to be in my body。 哇，这个牌是说什么？这个牌的能量啊，我听到的是说，因为我刚才连接的是说第2副牌的朋友，你的下一个新恋情，这是一个新人，他的形象完全是你的菜，这个人的形象是超越你期待的一种类型，你在他的面前，你会有一点点害怕自己的形象不够 match 他的这种高度。我听的就是这个，所以宇宙想告诉你的是你一定要告诉自己，你的形象是美好的，你的形象是够了的。OK， 我们这张牌三角形，它是海底轮扎地，我们要能够清楚的知道，跟一个人去相爱，得到另外一个人的认可，并不是只是形象的问题。形象就像一个敲门砖，它只是一个第一印象，最后还是我们的个性，最后还是我们的魅力，对吧？我们的人格去赢得这个人的欣赏。如果第2副牌的朋友，你是一个很讲深度的人，你是一个比方说既看外在也看内心的人，那么你就不要去否定对方了。对方形象好不是他的错，对不对？那对方也未必因为形象好就不看内在。那么当下第2副牌的朋友我想有2点跟你说。如果你对你自己的形象非常就是说认同的话，你觉得你自己很帅，你觉得自己很美，那么你接下来新恋情的这个人一定在外形上完全是符合你的要求。同样呢，如果你很看重这个人的内在，那你就要给这个人机会去表现自己。你怎么知道这么帅这么漂亮的人他的内在不行？不要去否定他，不要因为外在去评论他。第2个能量是，如果你对自己的外形当然这个你要遇到他之后你自己去感受如果这个人外形真的是好很多，或者是真的是非常非常理想型的话，那么你一定不要去怀疑自己，不要去否定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外形没有他好的话，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而降低自己的标准，也不要因为这个原因而不自信，或者是说有一点小小的悲伤，千万不要，千万不要。有缘的人就是会千里来相会的。这个看对眼这个是说一个萝卜一个坑，对方也许喜欢的那种类型就是你。你一定要相信自己，你一定要认同自己，而且你的魅力不仅仅在于你的外形，你的魅力也许在乎说你的个性你的能力。你看我们这边看到很多嘛，还有你对爱情的价值观，你的理想，这都是一个综合的整体。所以宇宙说，你一定要把自己的能量要扎实起来，做那个原本的自己，不要被它影响。那么你们的感情将会是我们所谓的天造地设的一对，你也会非常的感恩宇宙这一次给你的这一次机会，是非常美好的存在是非常美好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在这里呢，就提前祝福第2副牌的朋友记住一定要去多做好事，多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把自己放在一个有机会被别人看到的方向里面去那么我相信呢，你的光芒一定是万丈光芒被很多人喜欢，被那个正确的人看到，并且呢走到你的面前。好了，那这里就是我们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为你们连接关于你的新恋情的具体信息。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对你有所帮助，也祝福第2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那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Hello，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择的是太阳石。那今天呢，我们抽到的主牌是太阳石。这张牌呢，它的关键字写的是 deep knowing 啊，深度的，我知道，我知晓。然后呢，这个元素对应的信息呢是我们的腹轮，sacral chakra， 腹轮就是我们那个肚脐眼以下的地方啊，就是我们的小腹轮。腹轮呢，它其实是水元素，它管的是一种感受，是一种感情。所以呢，当下第3副牌的朋友，我看到的是，在你的新恋情能量里面呢，有一股很温暖的力量。这个力量呢，它不会太刺眼，不会太过于激烈，但是呢，却很温暖，可以暖到你的心，可以让你的感受让你的一种感受，我觉得是深深的得到一种滋养。那么我们的关键字 deep knowing 我觉得你是能够在心里面去相信和认定这份感情的，好不好？太阳石好，那我们在具体的去看你的新恋情之前呢，我们就首先来做一个能量的验证。我们来为第3副牌的朋友呢来抽牌。首先呢，让我们来连接一下关于你的一个背景信息，或者是说关于你现在的一个状态，宇宙能够给出如何的一个能量指引来帮助我们去看清楚你的一个能量。然后呢，你会更加确认的是，这副牌组的讯息是你的能量的展现，好不好？好，我们来问宇宙看一下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信息我们抽到的第1张牌是什么呢？是先知。这张牌对应的是我们传统塔罗牌里的女祭司能量这张牌呢，我能量连接里最强烈的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灵性很高灵性很高。我们一般呢说知道都是去靠事实分析，或者是靠逻辑的判断。但是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一群感知能力非常强的族群。你们的六感和你们的通感是比较通畅、比较顺灵的。那么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觉得是有一定的预卜先知的能力这个是在你的一个潜意识里面，或者是在你的这个肚子里面我们在讲你的未知道英文当中是你的未知道，其实就是说，我们除了这个直觉、脑袋里、心里的，就是我们的身体能够告诉我们很微弱的我们的触觉感觉到的这种信息。这个触觉呢，比较像是触角一样的每个人都有一个触角，它在接收着各种波动。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波动的触角非常的灵敏，可能有的时候你会被这种灵敏所怎么讲呢？就是好的时候，你会觉得自己就是很清楚知道别人的想法，哪怕是一个眼神、一个细微的动作，你都能够感应得到。不好呢，在于有的时候因为太过于敏锐所以有的时候呢，可能也会有多的烦恼，因为你会很清楚的了解到别人的真实的意图、真实的心意有的时候在讲，其实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幸福的人傻一点比较好不要太清楚、太明了太清楚、太明了就会比较的累，对不对？那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就是有的时候太清楚、太明了，活得太通透，很多事情呢都逃不过你的火眼金睛。OK， 但是呢，同样的在你们的能量当中有一份成熟，有一份智者的能量一直都会为你们保驾护航，帮助你们去远离不应该踩的雷，帮助你们去避免可能会有的祸事，让你们比较顺畅的在走着自己的一条安全的灵性的路。那如果说真的有一些事情你是想做，你想尝试，哪怕这个东西呢是违背你的直觉的话，那么我相信你也是勇敢的，不会后悔的，去选择这一生这一世给你带来不同的经验和体会。所以我们在讲每个人是有命的，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命运确实是掌握在我们自己手里的，因为我们是可以主动的做选择的。有些选择呢，就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对吧？那有一些选择呢，是知道不行，所以我们就换一个方向。好，这个是我们的第3组牌的朋友的第1张牌女祭司的能量。这张牌呢，也在代表着对于感情呢，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可能会比较的理性
啊，大多数的朋友这边是理性派、理智派啊。一般呢，在感情当中，你们是后付出的那个人。有些人在感情里先付出，对不对？你们在感情里呢后付出，我觉得你们会比较的被动一点哦。一般呢是先观察啊，先观察这个人他来者是什么意思，来者不善还是来者是好人是善缘，你们一定会先做观察，然后才会睁开你的眼睛去进一步的看，进一步的去了解。所以说，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异性能量的人啊，当然这边就是男性、女性都可以的，就是异性对你的一种喜欢，他们可能既会把你奉为他们心中的，比方说冷美人啊、冷血王子，这个是褒义的啊。那同样呢，他们也会觉得有的时候吧，觉得你有一点点话少啊，高不可攀，或者是有一点骄傲啊，可能是别人对你的一种评价。但是这个评价呢，就是说，可能是有一点点，但是我觉得大多数是一种褒义词啊，就是你的气质、你的气场，就是这种女祭司啊，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好，来，我们继续来抽牌，我们来连接这个能量，我们来连接第二组牌的朋友，来自你们的背景信息哈。好 ，The Lovers，这张牌是这样子的啊，这张牌呢是恋人牌，这个牌呢代表着第一个，我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吧，你们会是别人心中的比较喜欢的、憧憬的那个恋人型啊。那么这个当然是这样讲啊，每个人的恋人这个完美形象啊都是因人而异的，各不相同的。但是呢，我会觉得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有一种能量啊，你们有一种气场，就是说你们的吸引力很强烈。OK， 就是经常能够吸引到喜欢你的人。刚才我讲过啊，你的能量偏被动，一般你是后付出的那一个。那么如果想跟你产生连结的话，一定是有人要先付出的，一定有一个人呢先要对你产生浓厚的兴趣，对吧？他才会主动的向你靠近，向你走来，你才会有机会，才会给他机会做一个审查和评判。那么恋人牌呢，就是说明这边当下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能量当中呢，就是吸引力是比较强大的。你不需要去主动的追求别人，而是说你用自己强大的吸引力，能够吸引得到对你感兴趣的人。所以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不缺桃花，你们不缺桃花，你们周围有非常非常多的仰慕者、倾慕者暗恋者对。那么就在于你要怎么选谁是你的朋友，谁是你的情人，这个是你可以做出的主动一种选择你是被动的在爱别人，于是呢，你就有主动的选择权利。那么恋人牌出现呢，当下还有一个特别的意义就是在讲，在你的能量当中，你现在的这种恋爱的能量是比较强的。所以呢，我们今天有3组牌，有3个不同的能量它做的一个集合。那么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当下爱情的能量是很重的，当下你们的桃花运势是很强烈的。我们今年在做这一期新恋情的时候呢，正好是2023年的年尾左右。那么这个能量呢，它可以去维持至少是3个月的时间，就到达了2024年的3月份。那么如果你是在这之后点开的话，那么这个时间节点呢，以你点开视频的能量为基准，你当下的桃花运势是非常旺盛的，而且就在你当下的能量里面，可能就存在至少2个人以上的暧昧对象，或者是暗恋者。现在你的桃花能量在指向着你要做出一个选择和判断。现在呢，不是说你去施展你的魅力寻找这个桃花，而是说桃花就在你左右，而你要做的是选择喜欢谁，爱上谁，要跟谁在一起有的时候吧，我们可能会说有2个人有3个人但是我不知道我喜欢谁。那么当下的这个恋人牌出现呢，就表示着如果说第3副牌的朋友，你想成功脱单，你希望能够去让自己进入一段感情的话，那么你需要去从这些喜欢你的人当中找到你心仪的对象。
如果你一直处在这种选择的状态里啊，那么你可能就会就是说不能够做这个决定嘛。那么当前呢，这个能量就是说有大天使啊在保护你，在守卫着你，或者是说在跟你一起吧，做出一个你要的人的判断，你需要做决定啊 ，Lovers。好。那讲到这边呢，我们现在就来连结吧。我们来看一下，在你的新恋情当中啊，究竟会是如何的情景。我们来通过神谕卡来看一下关于你的新恋情。好的。我们今天抽2张牌哈，第一张牌呢是47号牌 ，Physical Touch。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身体的一个接触啊，一个触碰。好的。然后我们的第二张牌呢是46号牌，它讲的是 spend quality time together。花一些有质量的时间在一起。好。整个呢感觉得到啊，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新恋情的能量呢是偏比较浪漫的，比较我们所谓的实实在在抓得到的这种感情啊。这个感情并不是说什么精神恋爱啊，这个感情呢是非常多的时间，而且是有效率的时间，是2个人可以缠绕在一起，2个人呢可以去心灵相通，2个人呢去可以感受因为有了彼此，有了对方，那么这份爱变得非常的伟大，变得非常的甜蜜。可以感受得到，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是比较甜的偏甜味的啊。好，首先呢，我们的第一个能量是 physical touch 这张牌呢讲的是有人向你求爱刚才我们看到是你当下的这个桃花运很旺嘛，那么你新恋情当中会遇到的这个人呢，他是向你求爱。求爱的意思是说，这个人呢会对你有比较热烈的、直接的、主动的追求，而且呢，这个人他可能会跟你在这个我们所谓的心电感应就有的时候我们遇到一个人，我们触碰到一个人，我们就知道这个人是我们喜欢的。有的时候我们靠近一个人，可能觉得哇，这个能量磁场不对 ，OK， 不喜欢他，或者是说排斥他，对不对？所以呢，47号牌它讲的是你们2个人呢，当你们比方说有机会握手或者是不小心碰到了一下彼此你们会产生强烈的那种电流的感觉，会让你们知道是这就是我要选的。因为我们这边呢有做选择的一个能量，恋人牌出现了，所以呢，如果说当下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2个暗恋者，然后你又要去做选择，你又不是很清楚究竟该选谁的话，不妨轻轻的碰一下那个人的手指尖，也许你就知道谁会跟你有电流的这个冲击，你就知道谁是你真正喜欢的或者是感兴趣的他了。好 ，physical touch。然后呢，我们看到第2张牌第2张牌呢是一起去花一些有效率的时间。我们在讲爱情语言的时候呢，有好几种那么一起去花，就是一起陪伴嘛，或者是说去有一些很有效率的时间，或者是有高效的时间让你们去制造美好的回忆。这个呢也是爱情语言的表达之一。那么这张牌出现呢，它预示着什么呢？就是你们的新恋情当中，你和对方的这个恋爱方式是一起陪伴是相互彼此的陪伴。这个一起去花有质量的时间，说明什么呢？你们会是彼此非常好的聆听者说如果2个人呢要花这个有效率的时间一起那么一定就会有比较高效率的分享和沟通。你们2个人会分享各自都感兴趣的事情，比方说对方跟你说一件事情，你就很感兴趣，那你们2个人就会有一系列的沟通，一系列的交流那么你可能想跟对方分享一个话题，一个主题，对方也会觉得非常有兴趣，也觉得非常的有趣，那么他就会跟你说很多很多的话，你们说着说着就会觉得他是我喜欢的人，说着说着聊着聊着就会越走越近，你们就会感受得到你是我心中想要去找的那个能够真正理解我灵魂的人，从而呢在你们的副轮我们这边看到主能量是副轮，你们就会越来越了解，越来越知道的是我爱他。 OK， 有的时候我们是什么时候爱上这个人的呀？我们可能会有的时候就不记得了，但有的时候呢可能刻骨铭心。
就是因为他说的那句话，就是因为他做的那件事，就是因为某一次两个人花的那10分钟、1个小时、1个晚上，让我们永生难忘。就是因为那个契机，所以我们知道我爱他，对吧？那么两个人的感情就是那个时候宣誓的啊。有的时候呢，表白并不是说站在彼此面前大声说出那3个字，有的时候的表白呢，可能是藏在一个很细节的地方非常细节的地方。也许那个人就是说了那一句话，那一个认可，那一个坚定，那个不怀疑，让你深深的感受到这个爱的存在，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是一起花有效率的时间。那么第二个呢是什么呢？第二个就是说相互去聊天嘛。第3组牌的朋友这边的沟通能力很好，你们的新恋情对象跟你2个人有很多的话聊。但是这边呢，我也觉得因为这里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是智者你们是非常聪明的人，非常聪慧的人，你们有很好的人生经验，有很好的一种对事情的一种感知能力所以说跟你聊天，可能你本身就能够驾驭很多的话题，很多的主题。而你们的这个新的恋情当中，这个对象呢，也是一个会聊天的人，所以你们2个人呢，会有很多精彩的相互一起聊天的时间，会让你们觉得很开心很快乐。一边聊就一边确认自己的心，一边聊就一边确认着自己可能已经喜欢上这个人，而且每一次聊都会更加的喜欢彼此。我们今天还会连接的是彼此依赖，对吧？这个是彼此依赖的爱情。那么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依赖在于精神连接，这个呢，感情就比较像灵魂伴侣了。有的时候依赖可能是我们需要这个人帮我，有的时候依赖呢，可能是需要这个人陪我，因为我很怕孤单。但更加强烈的一种依赖呢，是精神的依赖，因为我们的这个灵魂可能去跟世界很多人去连接，也许就是没有看到，没有遇到一个那么理解自己的人，但有的时候呢，一个契机就会让我们遇到一个超级理解我们的人，甚至比我们自己还要理解我们自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经验，也是一个非常奇迹般的邂逅偶遇或者是相识。那么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当中，你跟你的爱人之间有这种非常奇妙的灵魂伴侣连接，你们2个人在一起非常的幸福，非常的快乐，非常的甜非常的甜，像蜂蜜一样，非常的甜，非常的纯。好，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个信息啦，我们先看这个，看一下有关于你们的新恋情来。牌出的很快耶。好，我们这边出现2张牌，而且呢非常有意思，我们是这个抽出来的但2张牌呢又是一个连号。第1张牌呢是13号牌，它讲的是一种困惑。第2张牌呢讲的是家谱这个是expansion and legacy。好，这2张牌呢对应的是2个信息。首先第一个信息呢，第3组牌的朋友当你进入到下一段新恋情之前，你会有一段时间需要去做一个很明确的选择。这个选择本身对于你来讲可能并没有那么的容易，因为这个选择它在乎的是过去、已知、未知和未来，它代表着你需要去在一个猜测的或者是不是很确定的情况之下，去把不确定变成确定。那么从不确定变成确定，就代表着要拒绝一个人，同时呢要选择自己的一条路。当我们把选择放在手里的时候，我们就拥有众多的选择，但是拥有众多的选择的时候，代表着我们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选择。没有进入到真正的选择呢，就代表着没有开始走下一个阶段。大家想一想13号牌是死神的那个号数，也就是在说我们其实所有的选择都代表着舍得，舍去旧的，迎来新的。所有的选择都代表着舍弃我们两个选择当中的一个，并且只要剩下的那一个，那才叫选择，对不对？选择一定是2个以上的选择。
所以说当下吧，第3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能量当中，你的新恋情能量里面，你需要做选择。这个选择你要去看究竟选谁，你要去看究竟怎么选。我们刚才看到了啊，在你的新恋情当中，如果你很难选的话，宇宙当下其实也给了一个小小的指引，就是通过一个很简单的，可能是指尖的触碰，去看一看你跟这个人有没有心电感应，有没有心流的感觉。如果说在这样子的一次轻微的触碰里，你感受到了心流啊，或者是个对方就是2个人嘛，一个人有，一个人没有，那么你可以去选择那个有感觉的人啊，这可能是一个评判的标准，你可以去参考。第二个呢，就是在众多选择当中，有的人呢，他映示着是你的未来，有的人呢，他折射的是你的过去。那么你是要走过去的老路，还是要选择一条新的可能？在乎你自己的抉择。有些朋友可能会想，我为什么要选老路呢？我为什么会选择过去的能量呢？因为有的时候，当我们过去这个我们所谓的我们的历史，如果我们心里有伤没有疗愈好的话，我们就会容易走过去的路。尽管这个过去的路它是以新能量的形式呈现在我们的眼前。还有一种情况呢，是我们对过去没有真正的所谓的告别。过去里我们有遗憾，过去里我们有爱而不得。那么当这个新的能量出现以后，它预示着过去的话，你就更容易被过去的能量所吸引。但是这个时候你就要告诉自己，究竟是你要的是像过去一样的能量，还是你希望一个新的能量可以呈现在你的生命当中。这个时候就需要你的这种先知能力了深深的知道，深深的了解。有的时候呢，也许你的一部分的能量可能是你的冲动，或者是你的一个情感要你去选择 A， 但是你的直觉，但是你的这个所谓的理性要你选 B。 那么无论是 A 还是 B， 都是你身体的一部分希望你做的抉择，你要怎么选呢？所以呢，第3组牌的朋友，在你的新恋情当中，其实进入到新恋情的这个关键就是选择。不要被困惑了，不要被迷惑了，选择你认为正确的，选择你先知能力里面所能够预卜先知的这个未来。如果这个人能够给你想要的未来的话，选他。如果你明知道这个人可能不能给你想要的未来，但是你却冲动的想选他，你要三思而后行三思而后行。第2张牌呢，有关于你的新恋情这张牌呢，它是在讲这个家谱这张牌呢是这样子的，有一些朋友呢，其实在你们的这个选择里，有一个跟你几乎是有这个家庭契约关系的人在这里。这个人呢，应该是你的灵魂伴侣当下我看到是你的灵魂伴侣。这个人懂你，这个人非常的懂你，这个人对你是非常有耐心的，这个人是愿意陪伴你的，这个人其实是跟你有前世今生有一些连结的人我们这里有家谱，它也预示着你跟他之间的这个发展会很好。只要你选对了，你就能够抓住自己的未来。只要你这一次选对了，你跟这个人的路可以走得很远，可以走得很久，甚至有一部分的朋友，这个人有可能还是你的正缘。你跟这个人的关系一旦确认以后，你们有可能结婚生子的，有可能会把家人全部都带进来，一起组建一个巨大的家庭，你会享受到家庭生活的幸福和美满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连接一下有关于你的这个新恋情这个对象我们来看一下你的这个新恋情当中的对象究竟会是什么样子的人呢？感恩宇宙。好，宇宙请你告诉我，第3副牌的朋友在你们的新恋情当中究竟会是如何的对象感恩宇宙。好，我们又出现了女祭司，这个人跟你的能量频率应该是相当共频的。来，第2个 Divine Guidance 5号牌，这个是我们传统里面的大主教，有婚姻关系的第3张牌呢是 Queen of Gabriel， 火元素的皇后。
好的，首先吧，我连接到就是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这个新恋情对象啊，宇宙当下呢是在讲，这是一个能量超凡的人。OK，也是说得通啦，因为你这边的能量，我们看啊，我连接到你的能量是女祭司嘛，是这个先知的能量啊，你有一部分先知的能量，你有一定的这个强烈的精神力，对高度精神追求的一种能力吧。那么你的另外一半你的新恋情里的这个人呢，跟你第一个能量啊是非常相匹配的。这个人也是对灵性的能量，对这个我们所谓的神学呀、占卜、玄学等等一系列的事情都是非常感兴趣的。这一点他跟你呢可以去同频的去感应，你能感应出他的能量，他也能够感应出你的能量这个是强大的这个是 psychic insights， 就是知道一些事情。我们今天看到这个能量，什么叫深深的知道？心里知道可能眼睛还没有看到现实，也没有什么数据可以证明，但是我们就是知道。对方也是，他看到你以后，他心里就知道是你，他看到你以后，他就觉得跟你不同，对吧？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解释？没有办法用科学去证明，但是有些人就是能够来电，有些人就是怎么都不来电你可以说这是缘分，是吧？好，第二个能量呢，这个人他其实呢有一个两面的能量，这个两面是什么呢？第一面，这个人非常的冷静，这个冷静吧，跟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自己呢也是很对应的。这个人可以不说话可以很安静，但是吧，这个人呢特别会说话这个能量我没有在这个地方连接到这个就是说当然有一部分的朋友应该也是很会说话的，但是呢他有一个什么不一样呢？就是这个人很像老师，非常的会说话，非常的会教育别人我们看 Divine Guidance， 这是一个演讲家，这是一个超级会说话的人。他要么就不开口，一开口可能别人都是他的学生，这么会说话就有这么的会说话。这个人呢，对于人生呢有比较大的一个 idea。有些人吧，他可能会在生活当中活得很实在，比较关心生活里的小事情，比较关心生活里的一些我们所谓身体能够感受到的，包括健康营养饮食工作钱这些事情。但是你的新恋情当中的这个人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精神的人，非常注重精神，他对精神的事情比方说哲学、心理学、玄学、神学政治这种样子的话题非常的感兴趣。这个人他本身也有可能就是老师或者是教授所以呢我们看到我刚才讲过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新恋情遇到的这个人有可能是你的灵魂伴侣。那么这个人呢，他跟你之间的关系就是两个人既是彼此的情人，两个人彼此的恋人，同时你们还是彼此的学生和老师。你们可以相互的切磋的我们看这个女祭司对女祭司，你们是可以相互切磋的。而且呢，这个人的能量我感应到的是比你要高一点这个人非常非常的成熟，他比你高一点，可能他在这个女祭司这边还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可能会比你还要厉害一点。那么这一点小小的厉害呢，也有可能是打动你的关键。平常可能很少遇到一个能够让你印象深刻的人，你也不愿意邀请别人进入你的生活圈。可他不同，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的这种我们所谓的对精神的追求比你还要深，比你还要高。所以这样子的一个人来到你的生命，你遇到他之后，你一定会被他吸引，因为这个人他与众不同。第三个能量就是这个 Gabriel Queen 非常有热情，非常有魅力，聪慧独立，这是一个我们所谓的领导人刚才我们讲过老师和教授，这个人呢也有可能是领袖领导这样子的一个人。他呢鼓舞能力很强，鼓吹能力很强，他不仅能够鼓舞你，鼓吹你，影响你，他也可以鼓舞很多他周围的人。大家想一想这个教堂里的这个祭司想一想这个公司里的那个演讲的那个领导，对吧？想一想这个动员大会里面的那个鼓吹者，是吧？都是特别会说话，特别有魅力的。那
当别人看到他，当别人听到他说话以后呢，可能就会被他呼吁和号召，就能被他影响，就会去大家连接在一起啊，有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去追寻、去克服、去完成他们的理想和梦想。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新恋情对象也是一个非常有能力的人，有梦想的人，实践能力很强，行动力很强。这个人呢，其实给我的感觉，他也蛮像你的一个贵人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两个人之间的缘分呢，非常的深。我们看到这个家谱啊，你们两个人有可能会组建家庭的。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人呢，他跟你在一起，我感觉到更多的是他能够帮到你的更多某些方面啊，某些方面他可能帮到你的更多，因为这个人他的经历和他的这种成熟度可能比你还要高啊，比你还要高。有一部分的朋友呢，这个是年龄上的优势啊，他年龄上比你有优势，那么他经历的就多，吃的盐比你多，对吧？那么他知道的事情呢就比你多。这样子的一个他呢，可能也是你会喜欢的一个感觉。OK， 好，我们今天再抽一张牌啊，再抽一张牌看一下，感觉到还有一张牌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人。我们又抽到的是火元素啊，火元素，这个是 Gabriel 9， 这个人很有决心的，很有坚持力。他呢是一个非常有责任心的人啊。第三副牌的朋友非常有责任心，一旦他决定的事情，他不会轻易的放弃。我这边感觉到这个人可能会，要么呢是他帮你做成一件事，要么呢是他会跟你一起做成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是你想做成的，这件事情是你想完成的啊。那么这个人呢会给你提供一臂之力。或者是说这个人他会通过其他的方式啊，让你能够去勇敢的追逐你想去追逐的这个目标，所以这才是我们所谓的灵魂伴侣。好的情侣关系啊，是相互去支持，相互去鼓舞彼此去完成自己的个人成就，而不是说因为有了这个人啊，我们就去打压他，我们就去控制他，我们就去 manipulate， 让这个人成为我们控制的，或者是我们希望他成为如何的人。好的感情关系呢，是彼此给彼此空间跟自由，并且鼓舞对方啊去追逐自己的生活，也就是说我们想要去完成的个人成就。那么他会鼓舞你去做这样子的人。那么我相信呢，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也会非常的支持他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们这边的能量啊，双子星座、金牛星座啊，双子、金牛、水瓶。双子、金牛、水瓶能量都是很多的啊，可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了。好，那我们最后呢来看一个什么信息啊？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当下呢给你的一个指引和提示啊，关于这段新恋情有什么样子的指引跟提示可以给到你呢？对，今天我们还要看的是这个新恋情啊，究竟是新人还是旧时，对不对？那从当下啊，我听到信息来看呢，第三组牌的朋友，因为在你的新恋情当中，你首先要做出一个选择，这个选择呢就有2个啊，甚至有更多。那么在这个选择当中，至少有一个能量可能会是从你过去结识的人认得的那个人，他会回来找你，或者是你们2个人会有一段新的连接的契机。但同样，在你的新恋情当中，还会有第2个选择。这个选择呢是一个新人啊，这个人是一个新人，那么你要选的是谁呢？你要选择的是那个真正能够给你幸福未来的他，你要选择的是一个跟你在频率上非常共频，并且跟你2个人在未来是要组建家庭的这个人。所以说我们今天去看这个新恋情啊，其实在这个新恋情当中更加重要的就是有关于选择，选对了OK， 未来是非常好的。如果说又选回去了的话，可能就是需要一番波折啊。也许过去有一个什么事情你还没有结业，或者是过去有一个什么能量，你需要去让自己再一次的去治愈，再一次的去回顾，再一次的去体会啊，然后再去往前走。所以这边呢，第三组牌的朋友也有一个功课啊，这个功课是你自己的，就是选择啊，你要好好的选。
好不好？来，最后一张牌，我们看到的是点亮真相。宇宙说点亮真相。这个能量呢，我们可能又会要讲到这个选择了啊。有的时候吧，我们在感情当中可能会存在一些所谓的被误导啊，被误导。我们以为那个是真相，但是那个也许未必是真相。那么在你的新恋情当中，很多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你们不要担心选错，也不要担心说我会不会选的不对，你们只要跟着自己的心去走，去选，勇敢的选就可以了。因为无论你们怎么选，无论你们选谁，其实最后的这个结果啊，就是说我们人生有一些地方呢是，无论你怎么走，最后都会走到那里啊，无论你怎么走，最后都会走到那里。那么最后的这个核心，其实每个人都会抓在自己的手里，你都会见到的。但是呢，第三副牌的朋友，你们要知道的是，这个新恋情最重要的能量在于哪里，它的意义在哪里？就是说，无论你去选什么，你去选谁，你都会看到自己心里的真相。有一些朋友啊，在你的过去能量里面啊，存在一些疑惑，存在一些困惑，存在一些我觉得你没有完全斩断的枷锁。这个能量呢，有好几种方法去克服。第一个就像我们刚才讲啊，我看清楚了，我领悟了，我就断开了，我就往前走了。有一些呢，就是我们可能需要去再一次的回顾，再一次的去学习，那么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走出这个迷宫，看向更加清楚的未来方向在哪里。那么结合这张牌以及我们最后宇宙要给你的这句话，点亮真相，就是说无论这个新恋情当中你去选谁，你都会通过这段感情来彻底的看清楚你的这个真相是什么。你在感情当中你最需要明白的，你最需要明了的，你心里最重要的，很久不变的这个真相，也是一把钥匙，究竟是什么？他说的是，我愿意去看清楚这个事情的本身，无论这个结果是什么。这个呢，需要勇气了。很多人呢，都是因为这个结果，我们讲得失心，而不敢，而害怕。那么勇敢的人是什么呢？无论结果，我勇敢的去选择，勇敢的去看向这个真相，反而这个结果才是最好的。结果这个能量呢，它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值啊。有些人呢就觉得结果就是绝对的值，比方说考试100分，这就是结果。但是人生的结果不是这样子的，人生的结果它是可以不断的变化的。因为我们得到一个结果之后，我们重新的去，比方说提升自己，或者是说再次的去启程，那么人生的这个结果是可以改的。所以我们在讲啊，这个生命啊，每一个人都有一定的定数，但是呢，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个人是可以掌握自己命运的。只要我们不停下来，只要我们不放弃，那么这个结果它可以随着我们的心愿而流动，而改变命运。所以说第三副牌的朋友，点亮这个真相啊，你的新恋情会让你点亮这个真相，你会非常清楚的知道你心属于谁，你想要怎样的未来，什么样子的爱情才是你真正想要的。好，那这里呢就是第三副牌的朋友啊，今天为大家连接关于你新恋情的信息。那么你们的新恋情带有挑战，也带有非常好的这个很强的运势在这里啊。那么希望所有的朋友呢都可以获得成功，找到你心中的真相吧。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